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把红豆和黄芪搭配在一起，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解决了很多朋友的麻烦，简单方便实用，还很省钱。关键是做法非常的简单，食材是家里面随处可以找到的，但是很多朋友都还不知道这个做法。看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家人试试。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红豆用米相思豆为茄科植物红豆树的种子，可作为粮食，也可作为小食品，如制成豆沙馅、红豆粥等。红豆的营养价值很高，红豆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，而蛋白质身体各项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，必不可少。红豆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高，每100克红豆含有膳食纤维大约为 7.7 克。红豆中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，尤其是 B 族维生素，包括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 等。红豆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，平时适量吃一些红豆，可以为人体提供多种营养物质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对于黄芪，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了。黄芪的营养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。黄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食材，不但可以用来熬煮，还可以用来泡茶，可以说是吃法非常多。黄芪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蛋白质、黄酮类化合物、黄氏多糖等等。黄芪不仅适合老年人，对年轻人其实也有好处。我们平时可以经常用黄芪来泡水喝，都是很好的。接着再准备一些薏米，薏米是平常比较常见的一种食材，薏米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作用。薏米是个宝，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，很容易被消化吸收。老人、女性、小孩平时生活中都应该多吃薏米，好处很多。薏米是一种粗粮，薏米平时我们可以用来熬粥，味道非常不错。现在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碗中，碗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、1勺面粉，再加入清水，把所有食材清洗干净。这些食材我们看着是很干净的，其实它们上面沾染了很多灰尘、杂质，不清洗就直接食用是很不干净的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吸附力比较好。用这2样东西来清洗食材，可以将它们清洗得更加干净，这样才可以更放心的食用。刷洗会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水明显变脏了，脏东西也被吸附出来了。现在把脏水倒掉，再倒入清水多清洗几遍，把残留在表面的食盐和面粉洗干净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。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出水分，放入锅中，再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要不然会影响口感。我们用电锅或者砂锅来煮都可以。把水加进去之后，将它们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再转中小火煮30分钟，把食材煮软烂，煮出里面的营养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天气慢慢炎热，容易出汗，更不要说肥胖的人，
就算慢走几步也会弄得满身大汗。其实并不是肥胖人群都怕热，出汗的根源是气虚，还有一些大病初愈的人容易出虚汗也是同样的原因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，黄芪就是很好的选择。黄芪微甘，性微温，性味虽然温和，但效果却一点不比人参差，而且因为价格便宜，所以是最常用的补气药。时间到之后，现在食材已经煮软烂了，营养也煮出来了，汤水颜色也明显变深了，看着就很诱人。把它盛出来，放置温热就可以喝了。一道非常好喝的红豆薏米黄芪水就做好了。这道汤水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，而且营养很丰富，特别的营养健康，喝起来非常的清香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食材也是很常见的，经常喝可以起到祛风消肿的作用，也可以有效健脾开胃，而且有助于补气补血，对于身体虚弱或者是低血压的情况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，而且也可以强身健体补中益气。红豆和薏米中也有很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我们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看到效果，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